帮这呢，这个是房东给的呀，这个胶囊咖啡还挺好喝的，感觉他们这儿的咖啡就是很浓，是这个牌子的，好喝，好喝。今天要去梵蒂冈博物馆，现在我在去地铁站的路上。到梵蒂冈博物馆了，外面排队的人基本上绕着城墙看着有一圈了。不过我买票了，应该问题不大。这队不得排个几个小时啊？就这些人是都不会上网吗？为什么不能提前买票呢？就非得在这儿等着？因为已经提前预约的就可以直接进。终于快到了。结果到了这里还是要排队，但是跟没有买票的对比还是短多了。哦，一下就到了。Thank you. 我预定的是包含梵蒂冈花园观光巴士和博物馆的联票。上车后，每人会领取一副耳机，插入座位旁的接口就能收听随车的语音导览。它会根据车辆位置自动播放讲解。梵蒂冈花园是梵蒂冈城里的一片宁静绿洲，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它远不只是普通的庭院，花园面积非常大，约占梵蒂冈国土的一半。想参观花园，只能通过官方导览游进入。这片土地最初被用作教宗的私人祈祷空间和种植药用植物的花园。中世纪以来，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教宗们不断改造花园，他们聘请顶尖的艺术家和园林设计师，将其打造成一个宏大的露天艺术馆。至今，大约有550处各类古迹、雕塑及纪念作品散布其中。尼禄温泉是古罗马原作雕塑加文艺复兴式装饰的完美混搭，象征古代智慧在基督信仰之下继续发光。这是梵蒂冈花园里最壮观的喷泉——鹰喷泉。它看起来像一座天然的岩壁，其实是17世纪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建造的人工洞窟。顶部那只展翅的老鹰是教宗家族的徽章。瀑布从3层洞穴倾泻下来，象征从天而降的生命与恩典。水池里那些古罗马的石像碎片被安放在清澈的池水中，让这里像一场安静的神话。路德圣母岩洞是法国路德圣母显现地的复制版。1902年，也就是显现发生后不久，教宗良13世在梵蒂冈花园里设立了这座复制洞窟，几乎等比例复刻法国路德原貌。它不仅是一处纪念地，更是历任教宗私人祈祷的地点之一。飞机的起落地。哦，这是2000年喜年的钟。
如果说圣伯多禄大殿展现了教会的威严，博物馆收藏了人类的艺术巅峰，那么梵蒂冈花园则融合了二者。它本身就是一件由自然、信仰与大师杰作共同塑造的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品。是一个埃及文化馆。梵蒂冈博物馆是全世界最庞大、最精彩的艺术宝库之一。它最早是由教宗儒略二世在16世纪设立的，只为了收藏那些必须被保存下来的古典雕塑。这是公元前1000年的一个木乃伊。这个讲解就是介绍了一下它是怎么制作的。说是把脑浆从左眼窝抽出来，这个明显没有刚刚那个保存的好。这个房间是模仿亚德里亚诺的行宫。几百年过去，它的规模越来越大，经历了无数位教宗的收藏与扩建，最后变成了今天超过7公里参观路线的巨大博物馆体系。这里的馆藏横跨3000多年，从古埃及的木乃伊、希腊与罗马的经典雕塑，到文艺复兴最巅峰的大师作品。每走到一个房间，你都像是在掉进不同的时代。而整条路线的终点，就是全世界最令人屏息的地方之一——米开朗基罗的西斯汀教堂。这是八角庭院，周围都是一些很著名的雕塑，像这些都是后期给盖起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手上应该拿着剑，这个剑现在不在。这是一个阿诺河的雕像，下面石棺上的雕像是米开朗基罗组织修复的，他的左手和右手也是后面修复的。这是老，他是当时反对拿破仑伊木马进城的，然后他的2个儿子在传说中是被海蛇所杀。这是一个希腊的石棺。这是一个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刚刚展了一个女妖的图，然后这3尊雕像是拿破仑被拿破仑打劫到法国去，然后后面又买回来的。这里面应该都是教宗收集了一些大理石的雕像，好多，就不仔细看。这个据说是米开朗基罗的灵感源泉。地上都是一些马赛克。挂毯厅是一条陈列16世纪弗兰德斯巨幅织毯的长廊，每幅挂毯都以金线、银线织出福音故事的细节，从耶稣的诞生到复活，都细腻的像在讲述一场静默的戏剧。这边是地图陈列馆。地图厅是一条长120米的长廊，
墙上挂着40幅16世纪手绘的意大利地图，描绘当时意大利的每一个地区、每一座城市，甚至是山脉、河流和海岸线。这些地图并不是普通的装饰，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是权力、地理与艺术的结合体。最迷人的是天花板，金光闪闪的浮雕和圣经场景，像一条华丽的光带，把整条长廊穿成一部金色的史诗。这里是无染原罪庭，是教宗在1854年宣布圣母无染原罪后特地打造的纪念空间。这整间房的壁画、木门、大理石，甚至地上的马赛克，都是画家波德斯蒂从1856年开始一点一点亲自设计的。他在这里工作了快10年，只为了把这份信仰变成一整个房间的光。壁画从天花板开始讲故事，圣母的美德，世界4大洲向教会致敬，圣伯多禄大殿里的信理讨论，最后以圣母像的加冕作结。站在这里，你会感觉整间房都被一种很温柔的信心包着，它从一开始就是被选中的那一道光。这里是拉斐尔厅。拉斐尔房间其实不是一间，而是4个房间。原本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宗的私人寓所。教宗儒略2世邀请年仅25岁的拉斐尔来装饰这里，结果这个决定改变了艺术史。从1508年开始，拉斐尔和他的团队用了10多年，把这4个房间变成了文艺复兴最辉煌的画册。这个是君士坦丁把罗马城奉献给教宗。每走进一个房间，都像看见拉斐尔的天才在慢慢发光。它不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更像是天分、信仰和时代交织出来的4个奇迹。这一幅是君士坦丁受洗，这个是由拉斐尔学生画的。在房间的正上方的天花板上，就是在房间中间矗立的是十字架，然后异教的雕像已经倒塌了。耶稣基督以死亡战胜了异教所代表的邪恶。这是拉斐尔的第2个房间，这一国是圣经里一个小偷被突然现身的3位天使抓住。后面是教宗，还有圣人在祈祷。这一幅是基督圣体圣血节的起源。对面的这幅描绘的是伯多禄在耶路撒冷监狱里被天使解救出来，中间是天使正在试图唤醒伯多禄，右边是天使正在引领伯多禄出去，左边是描绘的是一些惊慌失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士兵。这幅画里就是拉斐尔的用光，有月光，有天使的圣光，还有挥洒的反光。这幅画描写的是匈奴之王阿提拉和教宗圣大良的相遇。阿提拉可以看到空中对他显现的宝路和伯多禄的形象，他看起来惊恐万分。这个天花板上是儒略2世的墓碑。说这些天花板上人物的形象带有很多米开朗基罗的特色。这个时候，米开朗基罗正在西斯丁创作壁画。这是拉斐尔画的第1个房间，也是当时儒略2世的书房，是著名的雅典学院。
雅典学院是拉斐尔被封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关键之作。画面中央的柏拉图指向天空，亚里士多德手向大地，一个在寻找永恒的理念，一个在拥抱脚下的现实。四周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争辩、思考。拉斐尔把整个人类文明的灵魂都画在了这里，让你站在画前的那一刻也会忍不住想，原来理解世界这件事儿本身就可以这么美。据说拉斐尔画画期间，米开朗基罗正在西斯廷的天顶上痛苦创作。拉斐尔去参观后被吓到，原来人类可以画成这样。于是他立刻回家补画，在画面中加了一位米开朗基罗本人的肖像，以画致敬。拉斐尔以这种方式将他的伟大对手永远地定格在了自己的杰作之中。这一幅是圣体的殿院，这是拉斐尔最先绘制的。这边这个博尔贾展厅收集的都是一些比较现代的宗教作品。20世纪以后，艺术的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宗保禄6世希望教会不要只守着过去，而是继续和当代的艺术家对话，因为信仰不是停在过去的，它应该能回应现在的人、现在的困惑和现在的心。所以这些现代藏品，包括一些极简派和抽象派的作品，都是教会对世界说的一句话：信仰不是古老的标本，而是一种仍然活着的语言。这是一个1974年的十字架，好抽象。这是1955年的一个洗者若翰的雕像，这个若翰看起来好像一个小孩子。1970年复活，基督复活吗？这边更新了，这边是19到21世纪的作品，就有些看不懂。这是马蒂斯画的圣母吧，圣子。这是马蒂斯的作品，这是一个祭批吗？这是马蒂斯画的圣母的圣子。这边也都是非常现代的一些宗教作品。这个厅好像都是莫兰迪的作品，都是莫兰迪。这是一个毕加索的画的盘子，名字叫3条黑鱼，1957。这是萨尔瓦多·达利画的 Trinity Salveity。这个小厅都是达利的作品。他画的耶稣受难像，但是这个耶稣看起来他的身体很健康、很健美，并不是那种受苦受难、受尽磨难的那个形象。
这幅画叫《womb》，子宫，就是一个黑的，上面放一个圆圈，真的很抽象。这个好像看起来是陶瓷画烧的，十字架殉道，这个非常现代。这该不会是生命树吧？叫 The Breath of Thought， 思想，呼吸。这个好像是个天使。好像快到西斯汀了，那里面不让拍照，不让录像，只能站在里面默默地看。西斯汀教堂是选出新教宗的地点，无数决定历史走向的时刻都在这片空间里发生。它同时也是文艺复兴艺术的巅峰。米开朗基罗在这里用天顶画与最后的审判，把圣经故事变成了震撼灵魂的视觉诗篇。当你走进这里，会忍不住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因为曾经站在这块地板上的是圣人、君王、艺术家，还有那些真正改变过世界的人。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教会依然在这里，稳稳的、不急不躁地走过了所有的风雨。这是圣彼得伯多禄和圣伯多禄跟圣若望的袍子 robes， 这好像都是一些漆坯，全是绣的，刺绣、金线。这些都是一些圣毒盒，有的是来自上帝的。装有圣人的衣服。这好像是一本福音。天哪，看这个封面。这感觉都像是用象牙雕的。这个好像都是瓷烧的，像是陶瓷。对面都是一些圣爵、圣盘。我听了他这边介绍，这个叫贡品厅、纳贡厅，都是世界各地送给教宗的一些礼品，很多都是象牙、琉璃或者贵重金属做的。感觉我要出去了，已经开始出现商店了。走到最后，我发现在这里，艺术、信仰、历史、权力，甚至人类的天才与局限，全部交织在一起。梵蒂冈博物馆不像是一个参观的地方，它更像是一场浓缩的人类文明之旅。当你走出这扇门的时候，会忍不住回头一望。不是为了某一幅画，而是因为你刚刚穿越了2000年的时光。
哦，这好像有很多阿根廷队的纪念品，是方济各的个人收藏吧，应该是。还有他跟阿根廷队合影，梅西。Francisco number 10 Papa Francisco。 天哪，这个海鸥太霸道了，它一去鸽子全跑了。现在在梵蒂冈博物馆外面的小花园里，走了已经4、5个小时了，好累。而且我感觉这还就只是粗粗的看了一下，根本都没有仔细看，太大了。这小麻雀真瘦，好像跟中国的麻雀长得不太一样。这俩跟我旁边已经快吃饱了。这只鸽子好可怜，它有一只脚没有了。我得喂它。你别走啊，你别走，站着。来。太晒了，我就躲在这棵柠檬树的后头。外国人真不怕晒。都准备走了，一进来这儿怎么还有什么非洲的展览呢？哎呦，不行了，我真的要累死了，走不动了。一会儿还要去朝拜圣门呢。哇，这好像是个钟。这里头怎么有个佛像啊？这些壁画也都是佛教的。这边有好多教宗的邮票。这是梵蒂冈邮局。2005年，本笃16世当选教宗的时候。这个旋转楼梯是出口，是一个复制品，它真正的原件这个楼梯的原始的那个楼梯也在梵蒂冈里，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开放的区域，所以他在这出口这儿修了一个复制的。好了，到出口了。这个出口出来还是在进口的，就在进口旁边。现在下午还那么多人排队呢。这个大门上面的雕像是米开朗基罗跟拉斐尔。天哪，这下午的人感觉比上午还多了。这连预约这个通道都这么多人了。街上有个花店，真可爱。现在我到了这个希利格大道，就是旁边就是 St. Peter's， 这儿有一个地方可以领喜年的证书，去看一下人多不多。就是这个拿着十字架过圣门，我要去走这个，我刚刚预约了。在天主教传统中，喜年是一个特别的恩宠之年，每25年举行一次。教宗会邀请全世界的信徒来到罗马朝圣、祈祷和悔改，就像让灵魂重新被擦亮一样。喜年最重要的传统就是跨越圣门，圣门平日始终关闭，只在喜年被敞开。对朝圣者来说，跨过那道门，像是把全部的疲惫、伤痛、软弱都留在门外，带着更新的心走向天主。我在喜年的网站上注册了朝圣圣门的时间，在预约时段到达皮亚广场集合，然后和所有预约了同时段的朝圣者一起，在拿着巨大十字架的志愿者带领下，由特殊通道经过整个协和大道，并跨越圣门，进入圣伯多禄大殿。
Pray for us, Saint Michael. Pray for us. Holy angels of God. Pray for us. Saint John the Baptist. Pray for us. Saint John. Pray for us. We are reaching the holy door.圣伯多禄大殿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心脏，它建在圣伯多禄的墓地之上。从4世纪开始，人们就在这里建造教堂，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殿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堂，容量超过6万人。它是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代最杰出的艺术家共同完成的作品。米开朗基罗设计了那座壮丽的圆顶，贝尼尼创造了祭台上方巨大的华盖，整个空间仿佛用光与石头写成的祈祷。哇哦！那边在做弥撒。弥撒结束了，管风琴好好听啊！这个祭台好像是永元圣母吧。除了那个大祭台，这边有好多小祭台。这个祭台下是教宗真福伊诺森11世。现在特别不想拍了，感觉拍什么都表达不出来，就是亲眼看到的这种震撼。这儿这个神父在这儿，好像是在给大家圣物，因为我看每个人手里都拿了很多，后面还排了很长的队。这边可以办告解，这个是德语、意大利语。哇，这边全是各界厅，都开着呢。
有 English。就是感觉拍下来的不及自己看到的1/10，就实在不知道往哪里拍，怎么拍，真的太大太壮观了。本来想先坐地铁回去再吃饭，但实在是太累了，还是先吃完再坐地铁吧。先坐会儿。点了个炸鸡，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汤。好多饺子呀！意大利小馄饨。下地铁了，往回去的路上走。它这一片就是罗马的居民区。晚上还是挺热闹的，都是人，而且都是附近的居民，感觉一点也不乱。这拐弯。这一天晚上都是7、8点、8、9点回来。感觉路上人还是挺多的。